VR 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玩乐，我是你老朋友翟老师。今天我们来体验一款新的 VR 一体机社交游戏，叫 Banter。这个游戏的开发商肯定会让大家意外，因为它来自大家熟知的 SideQuest。那作为 Quest 和 Pico 头显的第三方车载工具和内容商店，显然推出这款游戏是他们在试水 VR 游戏内容方面的开拓。而 SideQuest 本身就是依靠玩家社区一步步积累起来的，那第一款游戏选择做 VR 社交类，倒也是合情合理。Banter 对比现有其他 VR 一体机社交游戏，确实也有自己的独特性。他们是以 Bone Lab 为灵感，做出了同样以物理效果为主打的 VR 社交游戏，这一点是其他 VR 社交产品都未曾触及的。VR 玩家可以使用支持物理功能的虚拟形象，在游戏里进行奔跑、跳跃、攀爬，甚至互相推拉。因为物理效果的存在 ，Banter 花了很大心思去构建了类似游乐场一样的设定，它里面的社交场景也远比其他的大。那具体表现如何，我们就进到游戏里体验一下。OK， 现在我们已经进到这个 Banter 里面，大家一眼就能看到前面有好多的传送门，这些就是已经开发好的一些世界场景，我们可以进到里面去体验。不过在进去这些世界场景体验之前，我需要跟大家讲一下 Banter 它是如何去体验它的物理性的。首先就是在移动性上，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正在走上一个翘板，到达一个小的吊桥。这个吊桥，大家看我的身体。我现在没有正式登录，所以说我的虚拟形象就是一个球。我在这上面走动的时候，这个吊桥会沉下去，就非常有真实物理的那种效果反馈。而且因为我是一个球体的底座，所以说我的行走也会比较滑。同理，在主界面的右边有一个吊绳，你也可以跟它互动，我可以直接攀爬上去，然后我稍微把我的身体往后移动一点，它就会把这个吊绳甩起来，去感受这种摇摆的感觉。这也是在一些 VR 游戏里面去强调物理效果的时候非常一个明显的一个特征。那 SideQuest 他们把这个两个小玩具摆在这里，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尽可能的去感受到它这里面所强调的物理效果。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某个具体的场景里面体验一下。我们挑选的第一个世界是一个类似于我的世界那样的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里面，当然你一开始你会下意识用摇杆去移动，然后这个球体在那里转动，然后你按右手柄的 A 键，你可以在场景里面进行跳跃，这样大家可以感受到我其实有点吃力了，对不对？后来我发现，原来在这个 Banter 里面，你可以直接发射爪钩，用两个扳机键发射爪钩，在这个世界里面直接进行一个飞跃。不仅仅是这个爪钩，我们利用这个爪钩的话，可以首先去爬到一个高点，对吧？但是如果现在不能飞上去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按住握柄按钮，在这个建筑物的表面去爬。所以在 Banter 里面对比其他 VR 一体机的社交游戏，我们的自由度是非常高的。不过可惜的是 Banter 它没有什么人来玩，你几乎进入每个世界场景都是非常空的，这一点还是比较遗憾的。实际上你可以登录 SideQuest 的账号，这样就可以获取一个虚拟形象。那因为我没有登录嘛，所以说我的虚拟形象就是一个球体的底座。实际上你正常登录是会有一个全身的虚拟形象，有手有腿，还是比较完整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第二个场景。在这个场景里面，如果空间范围比较大，你还不能用爪钩去飞的话，你可以用你左手柄的这个 X 键，其实就是传送。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新的场景呢是一个滑冰场。因为我的底座是一个球体，所以说我进入这个滑冰场之后就非常的顺滑，就真的自己在现实世界，踏上了一个滑冰鞋一样，在那里感觉非常的滑溜。我们可以选择到地图的中央，通过一个传送门来到这个滑冰场的顶端，这里有4个速降的一个游乐跑道。那么我们直接挑一个跑道就可以感受一下，它这种速降真的非常有逼真的物理效果，你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真的是从一个非常陡的一个高度往下速降，尤其是它这个速降跑道的表面上真的是做出了那种玻璃冰面的这种反射效果，视觉体验上呢就会更加有这种沉浸感。大家有没有感觉它的这个画质还是相当的好了？包括刚刚前面我的世界的那个场景，真的，我觉得它比其他的 VR 一体机社交游戏，比如说是新世界，还有 Meta 的 Horizon World， 他们的画质都远远落后于这个 Banter。而且 Banter 的世界场景每一个都有非常大的差异性，不像其他的非常的统一。那最后我们是来到了一个丛林场景，在这个丛林场景有一个滑水道，
它这个设计逻辑就跟刚刚那个滑冰速降跑道是一样的，我们就可以顺势滑下去，遇到这种空的地方还可以起跳。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视频的开头说 Bantr 它更像一个游乐场，因为它真的设置了一个非常大的世界，让虚拟玩家可以进来之后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去做一些游乐性的项目，比如最后这个丛林山顶这个小木屋竟然是一张蹦床，我完全没有想象到我居然可以在 VR 的游戏里面去感受蹦床。那你按下右手柄的 A 键就可以在山顶小木屋的蹦床上起跳，然后它的高度远比你正常起跳来的高得多，所以说这种感觉也是非常特别的。实际上 Bantr 里面如果你是有虚拟形象，然后你跟其他人一起，你甚至可以去推别人的虚拟形象，这种碰撞是在其他 VR 一体机社交游戏里完全没有的。所以 Bantr 它的开发真的是有一种自己的特点的，只是可惜并没有很多人去了解它，导致于它的整个在线人数是非常低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感兴趣的话还是可以进来稍微体验一下的，毕竟也是一个免费的应用。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是陪着 VR 成熟的另外小游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